那个手电筒。哎，小周，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给郑队送感冒药来了。最近咱们队里不是好多人又头疼又打喷嚏的吗？后边快点！小艾，外面怎么了？郑队带两探组，不知道干什么去了。行，知道了。确实什么都没有。但奇怪的是，我刚才拿这个虚拟网络查了一下这台电脑的上网记录，你看，就一个 IP， 还是内网的，很有可能是你们技术中心留下来。什么意思？吴正这电脑连网都没上过，是不是就一个？就是嘎嘎响。这么着，把电脑拆开看看。来。哎，高哥，郑队也让你和他们一起出去啊？是啊，你是定位啥呢？哎，前不久郑队让我往那个213的乌正香的笔记本里装了个定位芯片，就是他一打开，我这就能显示实时位置。这是乌正丢了吗？小哥，快点，快点！哎，哎，小周，你就别去了，你把那个已经结案的卷宗啊再检查一下啊。行，赶紧上去吧。走。哥，你说没错，就这个。见过这种改装吗？没见过，但听说过。这是一个自带粉碎程序的芯片，就说白了，这种硬体拦截主要是为了保证电脑在运营当中就不留任何痕迹。说白了，你删除一个文件就永远无法恢复。看来确定是吴正的电脑。这什么操作？这个？哎，你这个定位装置误差多少啊？不超过10米。照这个移动速度，能确定人在车上吗？能，而且是在北3环主路上。定位。有可能是定位装置，把电脑装上，快点。对，过了缆修亭之后立刻出府。嗯。郑队，咱们追的这是谁呀？不该问的别打听。哦。哎，下主路了，清风桥。小李，前面清风桥下主路。赶紧装起来吧，来不及了。最后一下。不对呀，等于这硬件没起作用啊！什么意思啊？我刚销毁了一个文件，直接就能恢复，等于这芯片在这没任何意义。可你不是说过，任何文件和使用过的痕迹都恢复不了吗？是啊，就跟新的一样。没准它就是个新的。
京港大学郑队啊，目标就是从这个门进去的，正往东门移动，看速度应该是步行。你们从东门去堵他，咱们从这进。是。关队，关队。哎呀，关队，这个是我给您的物证吗？这么重要的物证，您拿到鉴定中心来，好赖得跟我打个招呼吧。郑队，你私下里让我看物证已经涉嫌违规了，我要再跟你说，这东西还送得出来吗？要我说呢，你就应该再晚一点出现，这样的话，有任何锅都是我一个人背。小高，哎，关队，这些物证，技术中心已经检查了好几次了，有什么发现吗？没有。郑队让我看这个物证，就是为了发现新的切入点。而来这物证鉴定中心，就是新的切入点。是是是，不过呢，我觉得该有的流程咱还得有，对吧？这么重要的物证，您送到人家这儿来，不得给人家提前申请一下？那倒没关系，我和这儿的研究员都认识。哦，您常跟他们这儿的人打交道啊？我们去年抓了这里的主任，就是那个持枪袭击警队的王志革。哦，王志革。咱们公安肯定也对这台电脑尝试过数据恢复吧？各种分区格式 ，HFS、NTFS、FAT，只要是系统支持的，我们都试过。但是刚才我看您这个，我们的研究员尝试建立了一个RAID重建器，在进行RAID数据重组恢复的过程中，我们试图在阵列中分析出盘序及盘块的大小。这个我们也想过，但是没别的意思，你别误会。关键是我们用了重建器之后，发现并不是恢复不了硬盘里的数据，而是在这硬盘里面根本不存在任何可供恢复的数据，除了这个操作系统以及一些日常的软件，这台电脑没有什么人为使用过的痕迹。直接拆开做一下硬件测试。哎，这个不会把物证弄坏了吧？应该不会的。小张，哎，拆开。哎，范主任，您看，这个是清除模块吗？应该不是。我刚才在做电脑恢复的时候，这里有一个新建的文件，是被删除又被恢复的记录，时间就在刚才。哎，你那个刚才能看到具体时间吗？半小时前。哦，半小时。半小时前。你们也试验过吧？啊，那是个什么玩意儿？哎，这块主板怎么做了这么多改装啊？这应该是块定位芯片。定位芯片，我说怎么看得那么眼熟呢？管队，这个芯片需要做检测吗？应该不用吧？
都行都行，只是给小范他们添麻烦了。没事。哎，小范，刚才我听关队说，就之前那个连环杀手那个王之格，说是你们这儿的。哎，是啊，说起来只觉得后怕，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单位就会有杀人犯。其实挺感谢咱们支队的，尤其是关队长。对对对，多感谢关队。哎，辛苦啊。我就出去这么玩，这么急还搞了这么一出。哎呦，他到底什么意思呢？啊，这样给你看，是吧？物证给你查，完事是又扫指纹又查定位。他不会是想，还不知道，但是能看出来他是有备而来的。哎呦，那无证电脑新建的那个文件夹，然后又被删除这事儿，他没再找你麻烦。嘿，对，他肯定没安好心。你看吧，这事儿一准没完。哎呀喂！来，钱包和钥匙都在衣服兜里啊。我下午去了一趟 U 盘那个公司，得到的信息都在电话里给你同步过了。和郑琪一块儿去物证鉴定中心的还有小高。哦，还有吗？还有吗？没了。哎，我说，你们哥俩这么长时间以来，总这么交接，我真怕出纰漏。哎，你们俩这事儿，还有谁知道啊？哎，许贤我知道啊，亚楠也不提了，还有没有别人？又来了是吧？跟你说多少回了，别想往外套人命，死这条心吧啊！什么叫又来了？我的意思是，我想知道我是第几个识破你们哥俩的，啊？不是第一个，也在前3个里吗？第6个吧，加上嘉义的第7个，第8个。切，啊，有这么靠？肯定有啊，他多好混呢。行了，带好了，带好，赶紧走，看守所那边还等着呢。你们注意安全。慢点。来根。来根。嘿，瞎学吧什么呢？我告诉你，我哥不会让你发现是谁接的他的，赶紧开车。我们单位里，老领导和新领导之间，也谈不上矛盾吧，就是总感觉有些怪怪的。自从给新领导做了助理，大家明显都疏远了我，包括我一直以来最尊敬的师傅。而且有时候他们之间做事的方式明显针锋相对，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为什么做人没法两全其美呢？刚才我又不得已做了点亏心事儿，可能心里总还是向着自己的师傅吧。哎，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所谓的站队？听你说了这些，我深表同情。对于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事态确实有些复杂。但你们从事的刑侦工作也好，或是其他任何职业也罢，专业工作和人际交往都是无法完全分开看待的。
我不好妄断你们新领导或者老领导哪一方更值得拥戴，但我相信，你完全可以不站任何一边的队，而是就你自己遭遇的每一次困境，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这个过程有可能会犯错，有可能会犯傻，也有可能会退缩。但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主观立场，都绝不要随波逐流。没事。不对呀，这弄得跟新买的差不多。哎，确实什么都没有。但奇怪的是，我刚才拿这个虚拟网络查了一下这台电脑的上网记录，内线 IP， 你看内线 IP 就一个，很有可能是你们技术中心留下的。什么意思？吴征这电脑连网都没上过，就是嘎嘎新。这么着，把电脑拆开看看。国农，大晚上把你提过来，是有点小事儿，想跟你核实一下。哪位兄弟？咋称呼呀？长风刑侦支队，我姓周。这位姓关。长风关队，哟，有所耳闻啊。我说二位兄弟啊，我这一只脚算是踏进了鬼门关的人了，找人帮忙，不得表示表示啊？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带。哎呦，那也不好意思，太晚了，有点困。你肯定不是单独接案吧？那必须的，咱待遇必须得强，怕我啊，这个寻短见。他接案在哪屋啊？9栋3。这号里还得找人看着，也够辛苦的。老周，完事儿了，找人给他们学习号烧条烟。小事儿，回头我跟里边打个招呼就行。关队，讲究人啊，敞亮，有啥直接问。去年的2月6号，去年春节前，有一个叫吴征的，撮合了一笔买卖，有印象吗？哦，吴征啊，那小子不是后来全家都被给……别扯远了，问你有没有印象？哎，肯定有印象，就是见了个面，没谈拢，然后还弄得不高兴。吴征后来撬了，这事儿就算是黄了。但是那天呢，弄得我一肚子火。买卖没谈成不说，黄山还他妈跟人跑了，你说说？哎，黄山是那个制毒的黄山吗？对啊。黄山是这人吗？就是这孙子啊，就他妈这孙子，就算是烧成灰，我他妈都认识他。吃里扒外的东西啊，别让老子再他妈遇见你。关队啊，求您帮个忙，您多大能逮着孙子？枪毙的时候，您给我托个梦啊，我那头等着。你们那天还见了什么人？哎呀，吴征担保的，这帮人的底细我也不是很清楚。哦，好像他们那个带头的姓裴。你看看，是不是他？不是，这我不认识啊。啊？你再好好看看。啊，不认识。我印象当中，姓裴的长得是短头发、长方脸，然后白白净净，不长这样。你先仔细说一下那天的情况。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我记得就像你们说的，应该是6号，差不多那个时间，6号，2、3天前，吴征牵的线，吴征在中间是保人，地儿是我挑的，就在天河大桥的旁边一栋废弃楼里面。咱们青岛最牛逼，连黄山加上我们4个人。稍等一会儿，稍等一会儿。他们那边过来5、6个人吧。那个裴哥呢？掌柜的迟到了，稍等一会儿吧。一开始呢，姓裴的不在，说是要等他们什么掌柜的。后来那小子来了，裴老板，我跟你说，我听他们说叫裴哥，但过程我是记不太清楚了。认识一下，认识一下，握个手，握个手。就是总觉得这帮人吧，特能摆谱，验货，验货，一个个的特屌，没谈2句话就崩了。姓裴的，逗我玩呢。货不行，你还要强买强卖吗？你算干嘛？我的兄弟当时就掏家伙，哎，他们也不含糊，直接给炸了。这个时候呢，吴征一看，赶紧过来圆乎。可能是这帮孙子怂了吧？借机会直接把枪口对向了他。跪下！裴老板，吴征是人间，动谁不能动他？别忘了你是个人，你自己不喜欢那些货，不代表我的人有问题。你有问题，你的人也有问题。我一看这事儿他妈热闹了，反正跟我也没啥关系，我赶紧撤吧，我就走了。走的时候呢，我记着，其中有一哥们儿起了内讧，为了就是保吴征吧，跟他们吵起来了，别看那小子长得跟小白脸似的，但是说话办事特他妈横，而且耳朵后面还纹了一朵罂粟花，我记得特别清楚，对，罂粟花。来，把这给他看一下。你仔细看看，这里边有没有那天在天河大桥跟他们会面的时候在场的人？认识就直接说就行了。21号，耳朵后面纹了一朵罂粟花，就是他。货不行，你还要强买强卖吗？别忘了你是个人。吴征是谁的？今天说什么你不能动他。你再看看，还有认识的吗？来，13号，就我说那个掌柜的，姓裴。裴老板，姓裴的，逗我玩呢。你别忘了你是谁的人。你说你们一把手被绑了，是谁批准你们来这儿给我们送赎金的？这个当然是公司其他高管，还有韦总的家属。他也在。在。韦总，这么着急找我有事儿？哈哈，嘉义来了。这几天外头警察都盯着你了，不舒服吧？你这不是让云雷也藏起来了吗？啊，小事，都能解决。来坐。咱们兄弟也好久没聚了啊。嘉义啊，这些年跟着我，确实让你受累了。瞧您说的，我就是想把咱们的事儿都做好。你知道吗？当年我看中你，就是因为忠心2字。不管大事小事，你都特别明白。来喝茶。这茶可是大哥给的，特别好。大哥，
应该还有什么别的吩咐吧？啊，大哥说啊，要好好招待嘉义。万一这事儿如果真没摆平，就只能辛苦嘉义了。哎呀，这回行了啊！我还犯愁怎么把这裴家义收回来，感情这突破口在这儿啊！哎，你说要不要给他们号里卖点烟啊？但是感谢他，啊，举报有功，反正他也快上路了。行了吧你啊，制售毒品害了多少人呢？这算哪门子功啊？这钱你还是省了吧。哎呦喂，对。喂，关队长，你们公安就这个办案效率吗？你本来就是个嫌疑人，想让我们按照你的指挥办案，这不成笑话了吗？再说了，你给的那些线索有个屁用啊！你肯定知道对方会抛出多少烟雾弹，设置多少反侦查障碍来干扰我们调查取证。看来公安就是不靠谱，让裴家义这样的人逍遥法外，就是对道义的践踏。我告诉你，裴家义这伙人一定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啊！至于你所谓的这个道义，我倒是要问问你，严通那2个保镖，人家只是例行公事拿钱办事儿，没招谁没惹谁，让你给抹脖子了，直接导致2个家庭家破人亡，这种手段就是你所谓的道义吗？啊？你放心，我们肯定也不会让你逍遥法外的。好，那就看看我和姓裴的谁命硬。你说这一个罪犯啊，迫不及待的想让我们给另一个罪犯捉拿归案，是不是有点荒诞？这总有这种自以为是的人，真的。要我说，把他们都弄进来，啊，就太平，真的。我现在终于发现孪生兄弟的优势了，啊，给我嗓子都哑了。你们可以倒班，我只能一个人生扛了。昨天你和宏宇的收获还是挺大的。你觉得裴云磊是裴家义的突破口吗？逻辑上是成立的。这个裴云磊带头出面，由叶方舟和黄山参与的不法交易，说明这裴云磊本身就是这犯罪集团里的一份子，而且职位不低。仔细查询户籍登记之间的关联，会发现裴云磊其实是裴家义的远房堂亲。何农对他的指认可以成为我们迫使他跟我们合作的筹码。我们现在把2月3号好像空白给填补上了。2月3号，何农和吴征是联系6号见面的事情。4号呢，吴征联系了周迅，要求见迟文江。5号见迟文江汇报，6号交易，这样前前后后就串联起来了。看来这个掌柜的所掌握的信息非常有价值。来了，走，关队，走队。对不对？上路去。你们还有那天的行动轨迹没有还原出来？哎，关队、周队，正等你们俩呢。哎呀，我听小周说昨晚上没跟你们联系上。啊，太困了，睡着了。什么事儿啊？啊，没有，那个发现点小线索。市局网安总队通过大数据的交叉比对，拍到了挟持严通那个人的影像资料。稍微有点遗憾。加油站的摄像头没有及时更新，所以只能还原到这种程度了。本来昨天晚上就要告诉你们的。哎，关队、周队这2天忙得脚不沾地儿，那肯定分身乏术啊。这些事儿我们一直在摩擦，放心吧，
像这种嚣张的人，一定会败为自负、自暴其短的。对，迟早摸到他的脚后跟。太好了，太好了！哎，既然官队已经有规划了，那不这样，咱们通知大家来听一听，啊，通知这儿啊。兄弟，聊两句。行，一会儿见。来，喝点，提神。谢谢您。啊，都有了吧？哎，俺这边都有啊。来。哎呦，来。都来齐了吧？官队，开始吧。前不久的黄河路加油站绑架，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杀了2名保镖，也就是中间人严通的保镖，然后挟持了严通，通过严通呢左右了整个的绑架案件，同时把中金昆仑也就是裴家义集团的线索暴露给我们。最后在解救严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受了枪伤，在现场留下了血迹和指纹。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了他的指纹和 DNA 的信息。最近一次他是出现在余杭踩踏事件那个案发现场的附近的黑诊所里。通过对医生的突审，我们得知他曾去那里治疗过枪伤。我们2个人通过2次电话他那个电话都装了反跟踪装置。他在电话里主要强调的就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道义。感觉他就是一个当世的豪侠，为了整个京港在惩奸除恶。老关，我觉着这小子这脑子啊，指定是有点毛病。佳音的行动记录，你应该去问施广陵啊。我哥已经去麻烦过1次市局了，何况我不认为林佳音的这件事儿会出现在他正式的行动记录当中。曲队。不一起吃一口啊？啊，你们先吃吧。好。看来在你们哥俩心里，我是属于非正式的消息来源了。对，我听我哥大概跟我说过这秘密行动的守则，不管是同一行动中还是不同的行动中，这行动人员之间应该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吧？应该不知道，除非有特殊要求。那你向吴征推荐林佳音，跟林佳音打过招呼吗？那我是不是可以变相理解为，你既向吴征出卖了林佳音，同时又向林佳音出卖了吴征？哎，你别生气啊！我知道你当时是好意，但是我呢，就是想表达，在这种超常规的情况下，我是应该去市局查行动记录呢，还是应该来这儿找你？嗯。2月5号那天。也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吴征的那次，我识相的推荐了林佳音，这事儿我跟佳音也打过招呼。2天后他们确实见过面，不过具体聊什么我就不清楚了。你怎么确定他们见了面？因为2天后我接到佳音从保密线路发来的消息，上面说已会面，有暴露风险。但是从他挟持严通、雇佣绑匪、绑架伟东，再到后来他抛出2组数字和符号，以故弄玄虚的方式，向我们传递长丰家园流标事件背后其实是中金昆仑一手操控的这一系列操作来看，他所谓的道义，不像是2派势力之间的暗斗，更像是抛出靶子，利用我们警方的枪口铲除裴家义和伟东背后的犯罪组织。而特别行政区那边给到的消息，也证实了香港环宇地产并未雇凶对中金昆仑下手。哎，新成。喂，老关，你赶紧到海港区生命之舟志愿者协会来一趟，我这有加油站背后胁迫严东那个人的重要线索。好嘞，我这就过来。
周，哎，关队，怎么样？情况大概是这样的：3小时之前呢，这个生命之舟向110报警，说发现昨天晚上失窃了一批社会捐赠物资。我带队调取监控，锁定了2名嫌疑人，基本是惯头。10几分钟之前呢，已经全部拿下了。可就在技术中心的同事例行公事，在里边大量采集指纹录入数据库进行比对的时候，居然比对上了绑架严冬那个人的指纹。在什么东西上查到的？指纹是在志愿者专属的马克杯上面，而且这马克杯上面还贴有每个人的名字，费鑫。费鑫，这是他报名志愿者时用的一个身份证信息。我已经录入到警讯通里边比对过了，查无此人，是一张假的身份证。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呢，就是只有在周1和周4的时候，他才会来领取志愿者任务。王二，来，让各探组先待命啊，不要进去。嫌疑人在里面很可能有熟人，都别打草惊蛇。好，咱们先进去看看。走。郑队长。我虽然是个代理队长啊，但是在其位的谋其政啊，业务方面我得多跟你们学习啊。就是啊，费鑫，走走，是哪边？啊，这边。来，走吧。来，双子和孙子，是，现在行动。是，黄二，跟我走。走。请签名。周主任。哎，赵队。这位呢就是生命之舟的负责人赵主任，这几位呢是我的同事，想来跟您了解一些情况。啊，好。好，我先走了啊。忙你的，辛苦了。好，回见。赵主任你好。哎，你好。哎，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协会一般都负责什么呢？就是一些爱心人士，都是志愿者，对社会一些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哦。那您方不方便带我们参观一下？啊，方便。哎，这样。等会儿。哎，赵主任，麻烦了啊。这个费鑫是你这儿的人吧？小费是啊。你们不会怀疑他监守自盗吧？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孩子，不可能的。人在哪儿？在办公室啊。办公室在哪儿207。哎。二，封锁所有的出入口。动作快点！后撤了，把这几个小伙拉起来，这个领导，快点！二，你去这里边找。快，挨屋的啊，一屋也别落啊，包括洗手间啊。不好意思啊，坐。没有。去楼上，去那边。二组的，怎么样啊？